嗨，你好，我是玲玲。在我们做消费决策的时候，经常会遇到以下几种情况：你可能会经历一个极度纠结的过程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选择困难，或者非常在意商品的评论，甚至最后直接影响你的决定，过分在意他人的意见，犹豫不决。这些行为是如何产生的？又怎么去破解呢？我们接着往下看。选择恐惧也叫做选择困难，我们每一天都在做选择，而当你在面对两个各方面属性都类似的商品的时候，难免要纠结一下，到底选 A 还是选 B。 什么选择困难？说白了就是穷，除了它都给我包起来。而经常在做人生选择的时候也会非常纠结，是考研还是去工作，和 A 在一起还是和 B 在一起。在决策的过程中经常伴随着焦虑以及痛苦，而在事后又经常容易后悔。我本来以为它有 C 的。选择困难背后有很多原因。第一，有过多的选项，它让选择变得更困难。你好，我要一杯奶茶。好的，女士，请问中杯、大杯还是超大杯？加冰、少冰还是去冰？要奶盖还是不要奶盖？多糖、少糖还是无糖？然而，有时候你认为你做了理智的选择，其实是商家引导你做了一个快速的选择。曾经有一个经典的实验，给受试者3组选择。一个是电子版，一个是印刷版，一个是电子版加印刷版的套餐。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价钱。确实，实验结果就是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电子版加纸质版的套餐，而印刷版就是那个诱饵，因为它明显的不划算。这个就是诱饵效应，在多个选项当中加入一个看起来非常不合理的选项作为诱饵，会使消费者快速的做出决定。这其实就是杂志社愿意看到的结果。第二个原因，人会害怕承担决策的后果。人会纠结自己做这个决策是不是最好的，于是陷入焦虑与犹豫。我天哪，买个东西能有什么后果呀？你敢买便宜的套吗？干嘛？你吃鸭脖不带套吗？因为人会受到机会成本的影响，机会成本就是为了做出一个选择而丧失的可能获得的最大利益。你要鱼还是要熊掌？而选择越多，机会成本就越多，而我们也会意识到自己放弃的越多，于是这个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。你权衡的越多，就会越纠结，然后越不开心。还有一个就是不自信，很难独立做出决定，而且会非常在意他人的看法。我今天不好看吗？而导致这种不自信的原因，可能跟他的成长环境有关，比如童年就会被父母忽视自己的意见，或者经常被朋友或者是家人打击，或者是嘲笑，这些都可能影响你今天的自信程度，以及做决策的时候会不会果断。这种感觉可能很多人都会经历吧。抱一下，那皮卡丘给你抱一下。而今天的消费其实是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焦虑和压力的，比如会非常注重商品的评价，尤其是那些不好的评价，可能一开始你非常喜欢，但是看完评价之后，可能最后会导致你放弃购买，尤其是当你看到一些买家秀的时候。我操，辣眼睛！有人研究过亚马逊平台书籍的一些评价，越是后来出现的评价，越容易和之前的评价截然相反，因为读者的预期都会被之前的评价所影响，而之后出现的评价可能会针对评价本身，而不是产品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评论区经常是两极分化，最后回到中间区域。所以给出的建议是看整体的评分，不要去看单个的评价，省时省心。试穿衣服的时候会问朋友好不好看，如果对方说不好看，你可能对这件衣服的好感度就会下降，即便你之前很喜欢。去网红店打卡收获点赞会非常开心，这些都是因为人们需要社会认同或者是身份认同。所以今天的商家都在玩社群和话题，但是这也会给部分的人带来极大的压力以及焦虑。比方说明明都是同事，他却在晒海景酒店或者是名牌包，无形之中就会给看的人造成压力，甚至会去效仿。可能人家信用卡分24期付款呢，这个就是可见性偏差。这会诱使我们对自己的财务状况和未来的前景做出错误的假设。今天我们的信息流通这么快，可见性偏差就是被社交媒体放大的。总结一下，今天商品众多，难免会选择困难，而商家利用诱饵效应，让你快速的做出决定。如果不想选择权受影响，要记住按需求选择就好。而在决策中又分2类人，一种是选择最大化者，另外一种是满足者。人们总想做最优的选择，害怕后果。而如果你愿意做一个满足者的话，稍微降低一点你的预期，你的幸福感可能会更高。而我们今天的消费又承载了很多其他的功能，要警惕朋友圈晒的幸福，因为人家可能是分期的。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内容，记得给我投币、点赞和收藏。请你和我一起保持好奇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。